我没拦着大伙儿直播呀，非常好的一个直播的平台，跟大家见面挺棒。我拦着德云社的演员别在直播的时候说相声。原来郭老师并不是不让徒弟们直播，只是不让直播的时候说相声。相声作为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直播盛行的大环境下，确实也是有相声同行选择新的演出方式。但作为德云班主的郭德纲却三令五申的禁止德云社的角们直播说相声，因为郭老师深知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离不开观众，也离不开现场的欢乐氛围。直播形式确实是简单，一部手机，2位演员随时随地都能开始，哪怕是没有观众、没有互动、没有掌声，这场相声直播依旧能继续下去。但要是放在剧场舞台上，那这场相声演出就不成立。哪怕台下只有1位观众，台上的演员都会尽自己12分的努力，给台下的观众带去欢乐。但要是直播，演员看不到观众的反应，也当然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包袱效果怎么样。长期以往，相声这门艺术就会黯然无光。因为相声这门艺术比较特别，它需要观众，需要掌声，需要或好或坏的现场反馈，所以相声走直播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毕竟作为德云一个的岳云鹏，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就因为忘词被观众轰下台。15分钟的段子，3分钟我就下来了。说这么快？不是快，是忘了。还不如那狗呢。因为在剧场感受过观众的掌声和嘘声，所以德云社的各位角们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日益增强。和观众的互动也是锻炼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这些所有和观众面对面的摩擦，都是直播相声达不到的。那也怪不得郭老师在团综节目中说出这番话来。咱们不能云说相声。你比如说我在陶阳麒麟剧社，我要唱京剧，我随时可以云直播。但说相声需要跟观众互动啊，这个相声云直播其实从根本上解决了不会说相声的相声演员的生存状态。您这打击可一大片，没有办法。京剧可以直播，但相声不行。在郭老师看来，京剧主要体现的是艺术形式，有没有掌声都不影响演员的实力，反倒是借助当下比较火的直播，能加速京剧的传播。这种方式反倒是给京剧带来好的循环。而相声如果直播的话，就会像郭老师说的，从根本上解决不会说相声的相声演员的生存状态。且直播说相声和早期的送票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需要任何付出就能欣赏的艺术，只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相声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它需要观众的反应，需要观众的互动，要不然德云社演出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观众搭茬的经典场面了。3天8万，今天这个票1000多，1000多大哥，大哥有这钱你是不是疯了？你把这1000块钱单给我，我上你家跟你说去，你想吃想喝我都能满足你。张鹤伦这实力确实是牛，随口搭茬的一句话，不仅给足了搭茬男观众面子，还间接的替自家师傅解决了潜在的危机。要知道这位男观众的话，如果没有张鹤伦的搭茬，那就不知道会被有心之人歪解成什么样子。不过说起德云社观众搭茬了，那怎么能少了岳演出时和观众来了场群口相声的场面呢？大爷呀，就您这个顶棚啊，也就我给您糊。是啊，这换了旁人呐啊，糊不了这么好。你下班吧，走吧。我怎么突然就不红了呢？前一秒孙越还在调侃岳岳，下一秒就被迫失去工作。台下这帮观众是真的牛，就没有他们接不上的话。毕竟都敢在岳岳专场上说相声是诈骗。相声不是一门生意，我头回听说这诈骗。从一门生意到诈骗，岳怕是也没想到台下观众真敢说，哪怕是岳在台上唱歌，台下的观众们都不放过他。什么流浪？不容易。该说不说，台下观众搭茬搭的是真对，一个穷字算是总结了这首歌的本意。哪怕是穿个新的大褂上台，台下这群流氓们都不会让岳失望。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俩今天穿这个大褂，平时都很少穿。对，滚脱了。听相声不就是图一乐吗？无论是台上演员逗笑我们，还是台下观众搭茬给我们带来欢乐，只要这场演出能让我们快乐3小时，那这票价就值得。但要是真的直播说相声，那这一切的快乐都没有了。毕竟隔着屏幕，谁知道真实反应是什么？所以您觉得直播说相声到底行不行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吧。今天又是期待9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